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年的末尾，楼主接受了公司前辈的邀约，一同前往前辈的老家过年。前辈镇上有一个神秘的迎新仪式，每年都会选出镇上家庭里的一个人举行特别的仪式。今年前辈的母亲被选中，前辈邀请楼主亲眼见证这一仪式。虽然对仪式的内容一无所知，但楼主因为前辈的热情邀约，还是决定前往。可是这次的仪式经历却彻底改变了楼主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这是有一年年末发生的事情，我接受了公司前辈的邀请。我在年末到年初这段时间要回老家，可以的话，要不要一起过个年呢？有个很有意思的仪式，想让你看一看呢。他是个年纪稍稍比我大，但是很容易相处的人。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就很受到他的照顾，不管是工作的时候还是私底下，他都很热情。不过邀请我去他家里还是第一次。我觉得这是前辈好不容易回一次老家，而且恰逢过年，感觉去前辈家里不是很好。但前辈真的很热情，而我正好也没有要回老家的准备，于是我还是接受了邀请。我向前辈询问他回老家的行程，说是29号到31号，在前辈的镇上有仪式，可以顺便去看看。公司工作是到29号结束，假期是从30号开始。我又再次询问了前辈关于仪式的事情。我们镇上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仪式，会从镇上选出一个人，然后为那个人来举行仪式。时间通常是从过了0点开始，正常来说应该是30号到1号元旦的3天内。是在深夜里举行的啊？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做什么呀？你就好好期待吧。今年是我的母亲被选到，我和我父亲都超高兴的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虽然还不太清楚具体要干什么，但是到时候我在那边会不会打扰到你们啊？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就怎么轻松怎么来吧。不过公司假期是从30号开始，所以第一天的仪式没有办法看到。虽然不知道具体到底是什么内容，不过和前辈聊一聊之后，让我起了点兴趣。我对前辈镇上的仪式开始期待了起来。如果想要从一开始就看的话，29号工作结束后马上过来也可以哦。我其实很想从一开始就让你来看呢，毕竟一年只会举办一次，今年总算选到我母亲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想29号就过去的，不过这样的话，我感觉对前辈有点太得寸进尺了，所以最后决定还是30号再去。30号到1号这段时间，我将在前辈的家里度过。30号早上9点，我搭前辈的车前往目的地。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前辈老家的镇上，大概车程是3个小时。途中我们随便聊了聊，我很期待会是有怎样的仪式。聊了一段时间后，窗外景色出现变化的时候，前辈说：“昨天晚上下雨了呢。”就像所说的那样，昨天晚上确实有下雨，感觉是要转移话题才说这个的吧，虽然原本也没在聊什么。确实下雨了呢，还好今天雨停了，但是下雨的话，仪式应该没有问题吧？算是没有问题，昨晚就照着预定照常举行。其实从昨天我回家开始就很累了呢，就这样从公司到老家，再到晚上参加仪式，结束后又到你家来接你。哎呀，现在有点困呐。前辈说着大大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又是一边聊天一边前进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那时差不多是12点。下了车，往前辈老家的方向看过去，我吓了一跳。前辈的老家是个古老的大房子，在房子前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水池，
像是鲤鱼石般的大小。虽然自然形成的也许能够出现这种大小，但是这个怎么看都有种不自然的感觉。这个水池和仪式也有关联哦，水池还挺深的，小心注意不要掉下去了。接着前辈带我到他们的家里，进到房子里面后，里面有个女人走了出来。怎么来这么晚？她就是你所说的客人吗？前辈面对我回答说，是啊。然后跟我说，这个女人是母亲的姐姐。我打完招呼，前辈母亲的姐姐说午餐已经准备好了，便带我进去吃午餐。吃完后，我到客厅和前辈的父亲互相打招呼，然后被带到2楼前辈以前住的房间里面去。我进到房间里喘了口气，不禁往窗外看的时候，注意到一件事情。附近可以看到几栋房子，好几家的院子里都可以看到有个大洞，但洞里却没有水。前辈注意到我在看窗外。这个是在等待被选中的家庭，没有洞的家庭是家中有人已经被选到过了，所以没有必要留下洞了。被选中的家庭就像刚刚看到的一样，会将水注入洞中做成大水池。被选中的人会很辛苦呢。我的母亲现在也在准备中，所以不在家里。前辈这么说明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从这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。即便是听了前辈的说明，也完全不明白到底是要做什么。当时只觉得好好参与就好了。虽然当下的我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，但是这样的事情讲出来会非常失礼吧。我只能希望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在这天仪式开始前，昨天几乎没有睡觉的前辈回去休息了，我则和前辈的叔母在聊天。晚上吃过饭，洗完澡，我就一直在等待着接下来的仪式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一次都没看到过前辈的母亲。大约是过了晚上11点的时候，事情有了进展。在4人随意闲聊的时候，叔母出去接电话，大约讲了10分钟后，向前辈与前辈的父亲说，差不多要去准备了，以及向我说，就留在这里，我也会跟你一起。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只能回答好。然后前辈突然生气地向叔母走去，接着不知道为什么前辈带着怒气与叔母开始交谈。叔母，你昨天也是留在家里了，为什么呀？从几年前开始，我不就一直在说了，我是不会认同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做的话，那就你们去做吧。明明好不容易是母亲被选上了，怎么还在讲这个？母亲一直都在准备着呢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好了，快点去吧。搞不懂状况的我只能在旁边不知所云地看着。从中午开始出现的不安感越来越大。2个人就这样交谈了一阵子后，前辈注意到手表上的时间，结束了交谈。在旁边沉默看着的前辈父亲在途中就已经离开了。前辈好像很着急的样子，快步从玄关出去。比昨天还要有干劲呢，在这之后会有什么就好好看着吧。前辈这样对我说后就离开了。在看不到前辈的身影的瞬间，叔母突然关上玄关的门并锁上，然后拉着我的手回到客厅，接着盯着我的脸，诚恳地开始跟我说，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听我的话，已经要过0点了，到了1点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，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会成为牺牲者的。他说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？具体的事情之后再说，总之现在是为了说解决事情的方法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你不去看那仪式是不行了。待会儿1点的时候你就去2楼，接着就往窗外看，不管有什么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但是绝对不可以发出声音，只能够用看的和用听的。听什么？到底是什么啊？是歌，你会听到那些孩子们唱歌，但是一定要听到最后，不可以捂住耳朵，要听到最后，可以吧？当下的我不知所措了，
好像是被卷入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。要怎么办呢？我一直在思考。虽然树木摸着我的头说没事的，但我已经不知道能相信什么了。而且在这个时候，时间已经快到了，只能照着树木说的话去做了。时间在不断流逝，我的心脏也像要破裂般的在鼓动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差不多到了接近1点的时候，树木催出我到2楼去。可以陪我吗？我这样请求他。我一直都在这里，歌结束的时候就马上下来。刚刚和你说的，一定要好好遵守啊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2楼，那是白天我待过的房间，但是窗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我在微微颤抖。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时间到底过了多久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是很长很长的等待。然后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，说话声，喊叫声。我听到了什么？我无意识地靠近窗边，向外面看。窗户外面的水池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的人，有大人有小孩，有男有女，有上到10多岁的小孩，下到5、6岁的儿童，还有成年人、老年人，大概有20人，或许有更多。这些人全部看起来都好像从刚才就在淋雨一样，衣服和尸体都是湿透的，但是他们一动也不动，全部都在看着水池，好像在说什么。我因为害怕而无法移动身体，就这样看着窗外景象。接下来明显的听到了什么，毛骨悚然的声音让我想立刻捂住耳朵，但我想起叔母的话，努力忍耐着。终于知道是什么了，是歌声，就如同叔母所说的那样，的确是听到在唱歌，不知道混合了几个人的声音，用着让人不舒服的旋律，在我脑中如同噪音般的在回响着。是在说什么呢？歌词大概是在唱，回不来的孩子在哪里呢？回不来的孩子在池子里。回不来的孩子是谁呢？回不来的孩子是……回来的孩子在哪里呢？回来的孩子在池子外。回来的孩子是谁的？回来的孩子是……回不来的孩子在做什么呢？回不来的孩子在哭着。回来的孩子在做什么呢？回来的孩子在喊叫着。这个歌词重复了2次。为什么回不来的孩子是……那是谁的名字？为什么回来的孩子是我啊？我心里想着。全员都是全身湿透，并看着水池在唱歌，感觉没有任何人用特别大的声音在唱，但我所在的房间照道理来说离那边有一定距离，却能清楚地听到歌声，真的是无法比喻的恐怖。在歌声重复2次的这段时间，我只能发抖看着这个景象，并继续听着那个歌声。在结束2次歌词，四周被寂静包围的同时，有一个人抬头往我这方向看来，那是福满满脸笑意的前辈。仔细看的话，前辈的父亲也在那个地方，但就只有前辈一人抬头看着我微笑。我没有做任何回应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前辈突然转向其他地方，开始往那里移动，于是周围的人也一起依序跟着前辈后方前进。结束了呀！我脱力的当场坐下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希望赶快回到树木的地方，但是没办法移动身体。让我恍神，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，树木上2楼到我这来了。结束了，很恐怖吧？你做到了，已经没问题了，已经没问题了。树木这样说着的同时，将我紧紧抱住，我顿时哭了出来。到底该怎么想，真的不知道了。一阵子后，冷静一些的我就这样抱着树木回到客厅。现在时间已经过2点了。树木确认了一下时间，真的没多少时间了。那孩子与那孩子的父亲在今天是不会再回到这里了，还要再进行一次刚才那个……啊？什么？这次是在3点的时候开始，歌词会和刚才有些不同，再拖拖拉拉的话，那些人又会在水池边聚集，这样的话就没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该怎么办才好？我要怎么办？冷静点，现在就到我家去。我家在离这镇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
具体的细节就到我家之后再慢慢说吧。来，我们走吧。和叔母说的一样，我和叔母飞奔出去，然后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搭进叔母的车里，开车远离了前辈的镇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是看到同样的景色，有种迷路走不出去的气氛。大约开了1小时的车，终于到达叔母的家。叔母带我进了屋，可是看到房间里的样子，又让恐怖充满了我的全身。餐桌对面的那个房间的一面墙上都贴满了符咒。难道我被骗了？叔母也是想做什么不得了事情的共犯吗？这样的想法充满了当下我的脑中。叔母似乎是看透了我的想法，叔母开口了：你现在可以不相信我，虽然是很恐怖，但不到这个房间来说是不行的，再忍耐一下。叔母带我坐到餐桌前，然后她再坐到我对面，然后开始对我说：该从哪里开始说好呢？首先，你是听那孩子说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到这镇上来？前辈说每年镇上都会举办有趣的仪式，邀请我要不要来看？听说是会从镇上选中1人，然后为了那人来举行仪式，然后今年是他母亲被选上，这样。总共有3天，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。他又问你要不要从第1天就来吗？有啊，前辈是希望让我从第1天就能看到，但我拒绝了，因为感觉太麻烦人家了。这样啊，今年是那孩子的母亲被选上，那孩子希望能让你从第1天就开始看，因为这是有特别意义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今天见过那孩子的母亲吗？没有见到吧？那孩子没告诉你具体的情况吧？这是当然的，因为那孩子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妹妹，已经在许多年前去世了。啊？是在那孩子还是学生时期的事情，已经好久以前了呢。所以那孩子在跟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对你有所隐藏。怎么会？那个被选中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刚才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？那是将死人复活的仪式。所谓被选中，是指得到复活的机会。每年死去的人中都会有1人可以得到这个机会。所有希望将死人复活的家庭都会在院子里挖一个大坑，来表示自己的虔诚。如果被选中的话，这个坑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积满大量的水，因此被选中的家庭会在29号到31号，或者30号到1号这3天内进行刚才看到的仪式。刚才有听到歌声吧？有听到最后吧？说说看是怎样的内容。我把刚才的歌词告诉叔母，叔母是这样说的：回不来的孩子在哪里呢？回不来的孩子在池子里。回不来的孩子是谁呢？回不来孩子是……这里的名字就是被选中的往生者的名字。回来的孩子在哪里呢？回来的孩子在池子外。回来的孩子是谁呢？回来的孩子是……这里的名字就是牺牲者的名字。回不来的孩子在做什么呢？回不来的孩子在哭着。回来的孩子在做什么呢？回来的孩子在喊叫着。要让被选中的人死而复生的话，被牺牲的人必须要连续3天都听到歌才行。那孩子说希望你从第1天开始看的原因就是这个。歌是从1点到2点、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，变换歌词内容来唱2次。3天内会将6种内容的歌词合计唱12次。刚才你听到的是第3种的歌词。在听完第6种歌词，也就是唱完第12次的时候，被牺牲的那个人会落入水池中，爬上来的就不再是原本的那个人，而是被选中的往生者。被牺牲的人则是再也无法回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由活人来代替往生者，往生的人就可以回到人间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其实现在的人们几乎只是打算作为形式来走一遍而已。这么多年来，真正打算让死者复活的就只有这次。或者说，那孩子在进行的方式似乎是正确的。那孩子对母亲非常固执，不管过了多少年也没有放下。当他知道母亲被选上的时候，就跟我们说了你的事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选择了你，那孩子是打算将你牺牲，让他的母亲复活。本来的话，在你第2天过来的时间点，这种方法就应该会失败。
因为3天内缺少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失败。但是想了方法失败就不能下雨，包含歌词。这里所做的所有事情被称为归来之歌，原本是以前与祭祀的神有某种关系。那个神听说很喜欢雨水，3天之内其中1天有下雨而进行归来之歌的话。树木含糊地说，总之因为昨天下雨了，你1天的缺席就没有关系。本来的话，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应该要出现的那孩子的母亲，在昨天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水池里了。在你最早看到水池的时候和刚才唱歌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水池里盯着你看。母亲正在准备，就是指这个意思。估计那孩子还是不会放弃，会继续等着下次被选中。所以他们家积水变水池的洞应该不会消失吧。听了这件事情，虽然有出现疑问，但叔母没有给我答案。这一天晚上，叔母让我留宿在她家。天亮后，叔母送我回家。离别的时候，叔母对我说，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，但是记住，这一年内千万不要被雨淋湿，在下雨天也尽量不要出门。生活虽然会变得很辛苦，但请一定要遵守这个要求。过了这一年后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有任何担心的事情，那就到我这里来。年假过后，一段时间内前辈都没有到公司去。他和同事们说他的母亲去世了。我也在这一年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我遵守了叔母的忠告，下雨的日子完全不出门，但是也怕说会遇到突然的阵雨，所以这一年我一直待在老家的家里，没有出门。前辈在我辞职后才回来工作，我们在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前辈现在也还是在那间公司工作，但是我完全没有要和前辈见面的想法。好在现在的我生活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。